Hello，邀请我们各位主创们跟咱们热心市民们一一的打个招呼吧。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芷溪姐，也是这部戏的总监制。欢迎芷溪姐。Hello，大家好，我是王曼，是《黑夜告白》的总制片人。欢迎曼姐，接下来到师傅。我是潘粤明，大家好。好，欢迎师傅。大家好，我是王鹤棣，也是小冉方旭。嗨，大家好，我是任敏，也是何小荷何警官。大家好，我是小江佩瑶，也是小乔素清。欢迎。大家好，我是松下英子，也是徐萌。好嘞，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各位老师们哈！接下来主持人就潜水了，说一下把这个台面上的各位交给我们现场的各位老师们，这会儿就可以畅所欲言的开始聊了哈。首先要考一下我们各位老师，你们最近有没有学到一个新的词，叫做泡水式追剧？有没有听过？徐总和曼总应该听过这个泡水式追剧哈。对，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热心市民们都在泡水式追剧，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沉浸式体验嘛，是泡，然后师傅说泡水式体验，所以大家现在在泡水式追剧。对，然后打开手机，到处都是。对。到处希望各位继续泡水式追我们的剧哈。我们现在已经播到了 SVIP， 已经播到了第14集了，也想让各位老师先来聊一聊，就是你们已经在网上刷到的一些、看到的一些猜测和讨论呢，让你们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哈。西总和这个曼总，你们可以先来聊一聊。对，就是其实我们大家已经看到我们现在的那个数据，这2天哈，抖音我们已经破亿了，然后尤其是 B 站，我们有一条这个视频解说已经马上破1000万了。刚才我们看已经970万了，目前说是这几年剧集里面的数据最高的，所以我们其实挺开心的。而且我们还看了很多评论，其实那天我还有评，就是说那个说问希姐内衣是线索吗？然后大家全部都在那儿说内衣是线索，我说。跑偏了，就现在大家其实把非常多的细节深挖出来，但其实那些都是烟雾弹，不是真正的线索。对，为了证明我们这个热心市民的讨论，我们大家都有在看啊。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看一条咱们热心市民精心制作的关于一些小细节的一个视频，好不好？看完之后，让各位主派老师们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弟弟已经忍不住要给我们一些提示哈。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视频，看完之后来聊一聊。二刷《黑夜告白》，我才发现，2015年冉方旭很可能已经不在了，而他的牺牲肯定和困扰师徒俩18年的元龙李魔楼案有关。老何心怀执念，幻想小冉还活着。剧中有3处细节给出明显的暗示。1997年电梯失踪悬案爆发，老何和小冉师徒俩对办案理念产生冲突，而当镜头切回2015年时，案件依然没有告破。老何虽然退休，却念念不忘，来到刑警队找小冉，但警局的工作人员一脸茫然，仿佛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吵啥子吵嘛？每个人都在工作嘛。我在找小冉，元龙里又撞了，干你的活去，别一天到晚净想着给我过乱。冉方旭在档案室猫着呢，你好好劝劝他。答话的人正是曲所长，在1997年跟老何是欢喜冤家，暗暗较劲，当年的案件也全程参与其中。而老何的女儿明显在配合表演，否则没理由解释为什么小冉要躲在厕所里，整个人的状态根本不像中年人。第2处就是老何和小冉坐出租车，小冉说开慢点，这句话是对老何说的，而不是对司机，再次印证小冉是老何幻想出来的，而司机的表情也值得细品。老何自顾自和小冉说着话，司机的反应却仿佛他在自言自语。得知老何要去的目的地是元龙里，司机更加毛骨悚然，让他们提前下车。但老何下车后却又转身来到后排，叽里咕噜一顿输出，劝说小冉帮助自己一块查案。司机的神情愈发惊恐，如果小冉真的坐在后面，无法解释司机的反应。第3处也是最细思极恐的，两人准备上楼时，正巧碰上2个搬家师傅讨论有关魔楼的传言，说这个楼很邪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带走一个人。曾经有2个警察就死在这个地方，其中一个还是负责这个片区的。叫何啥子嘞？是的时候，那么粗的红缨枪，指甲把身体剁穿了的，尸体挂在这个墙上，尸体
老何听得火冒四丈，他明明活得好好的，怎么就死了？说着就要冲上去跟工人理论，小冉连忙拉住他。哎，你别拉着我，我倒是要问问，我是怎么挂在墙上的啊！工人直接吓得撒丫子逃窜，很可能传言是真的。老何和小冉在这里跟罪犯发生过激烈对决，老何身受重伤活了下来，但小冉却没能救回来。此后老何困于执念，要查出18楼悬案真凶，由此精神受创，幻想小冉还活着。当然，这一切只是猜测。看完了。网友都说需要心理委员，师傅和徒弟先来给我们辅导辅导吧。我也需要。我前2天刚看了第10集，我也需要心理委员。师傅，您先来安慰安慰我们，这是真的吗？对，他这个好多这个戏，其实都是跟弟弟一起演一遍，然后再对着空气演一遍，就是不知道在后期剪出来是一个什么效果。但是当时想到这条线的时候，其实心里就还是挺震撼的吧。现在就是看第10集，还是挺感动的。师傅也没敢回答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心理委员的弟弟先来说一说。是这样，这确实已经播到这个剧情了嘛？它确实是真的，就是那个15年的小冉其实是在师傅的这个想象当中嘛。但是我作为就是演员，然后在拍摄完这些戏份过后，其实我是知道这些剧情的。然后我也知道，其实这个期间老何是在和空气在对话，在交流。但是第10集出来的时候，那些画面出现的时候啊，你真的就还是会大受那个震撼，还是会被刀到，就会很伤感。哎呦，当时看着我师傅在那个跟空气对话，在跟空气演戏的时候，老难受了。就那一集，我觉得就是眼睛就没有干过。我跟你说，这全程就是那个眼含热泪的那种看的第10集。对，不光是你们，你知道热心市民就是网友们看了那一段的时候，在弹幕说冉方旭死了都没有人替他领抚恤金。哎呦，我刷到那个了，我刷到那个的时候，当时在小红书上第一条评论，哇，我当时也是我那眼泪噼里啪啦就掉下来了。哎呀，这个很感触哈。但是话又说回来，今天直播我们就想问一问，是不是我们哭早了呀？也不早，也不早，后面还可以接着哭。对，这是第一波哭，后面还有几波哭。对，好，我们也听听其他，还有几把刀哈，也听听其他几位看完的这个感受哈。何小何，作为你的视角，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什么感受？我看到的时候，因为我也是跟老汉一块儿在火车站演，然后那天天特别的热。然后我也特别的心痛和心碎，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何小何的一个成长吧，就是这么多年，然后看到父亲一直在带着这个执念，然后带着这个信念一直在查这个案子，我觉得也是给了何小何心里很多的一些力量，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出来。对，给了一些信念在哈。乔素清的视角看这一段呢？就是觉得也是很难过的，很伤心的。然后，但是其实也希望这个何叔能够走出来，对，不要一直这样下去，就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何叔不知道能不能走出来，乔素清能走出来吗？哎，也是走不出来。也是红了，红了呀！他脸红了，都红了。小冉哥这样好的男人，世界上没有第2个。对呀，没有第2个，找不到了。遇到了再也难以忘怀。你的脸是沙发印的吗？还是一下就红了？这一辈子都找不到这么好的人了，知道吧？哎呦，硬红了脸哈。那徐萌听到冉队的这个消息，也是那个十分的痛心啊，因为冉队也一直想给徐萌父女一个交代嘛，所以就是看见他
真的离开了，然后又看到何警官也那么伤心，就是蛮痛的，痛到心里去了。也不知道找一下徐萌吧，这么认真找徐萌。快了吧？徐萌应该快找到了吧？啊，问你呢，警官？哦呀，都找你，问何警官，没事玩什么石头？对，因为网友也在说这个师徒查案就是一死一疯哈，就是师傅，你当时看到这个，应该也看到这个热搜了，一死一疯的这个评价，你觉得现在是准确的吗？肯定是准确的，因为其实我们是知道这个剧情的，但是演的时候是拆的七零八落的，因为他推理的东西本身就是打碎了来演的，所以一会儿演年轻的时候，一会儿演老的时候，其实把我跟弟弟其实折腾的也是冒烟儿，对，但是最后剪成以后，还是真的。一点一点回想起当那个前2年在演的时候，这个工作过程，内心其实还是难以平复的。对，而且戏里边这个冉方旭不光是这个环节里边哭了，其他的地方也有哭。我们接下来看看图，看看我们这个冉方旭冉警官他另外一个哭的地方在哪里哈？哎呀，好痛！看见这个字儿大家能看到吗？说王鹤棣下次不许再演这么惨的角色了。这个大家也在说这个是不是弟弟不惨的角色不接呀？一定要惨的角色接。我觉得真不是，还真是有点这种缘分在吧？我觉得可能确实，因为大家都看到，就是冉队身上其实有很多他的这个角色的光辉。和他的这个吸引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种就是舍小我为大我的这种精神啊，或者可能也挺吸引我本人的吧，所以就冥冥之中会和这种角色有缘分啊。对，天台这场哭的也非常非常的伤心哈，也是，你看看对这场其实当时看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对于冉方旭来说蛮重要的一场戏，因为对于一个这么对查案有执念的一个这样的刑警，然后这么有正义感的一个角色，当他得知他人生的第一个案件，因为他的错判，然后有了这些失误过后，其实对他整个人物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转折点的一个重场戏，所以当时看到剧本的时候，这场戏压力其实还蛮大的。挺大的，我记得那天在天台上和导演其实也在反复的去探讨这场戏和去试这场戏更多的可能性。其实当时我们演的时候演了很多个度，有一些就是稍微淡一点的那种，就是疯过了的度，然后也有那种就是非常极致的情绪的度。所以然后现在大家呈现出来的，我相信是就是这个导演们精挑细选过后的呈现给观众的。对，那场戏非常感人。我不知道那个我们西总和曼总这场戏的时候，你们还有一些记得在片场的时候一些给你们的感受吗？我们就觉得所有的这一次在情感上表达的戏份，弟弟和哥哥都演得特别特别的棒。我们在看到这些戏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说后面还有好多把刀？因为其实越到后面，他的情感连接你看到的会越多。因为事实上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叙事变简单了。其实最早的一稿剧本是3线叙事，3线并进的。那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就门槛太高了，我们在看的时候都觉得门槛很高，所以后来为了降低一些门槛的时候，我们在做剧本就做到了2线并行，那么就是97和15。02和15，但是随着97开始2个师徒在一起，一直往后延伸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情感浓度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我才说你们只看到了第一把刀，后面刀越来越多。还有刀，已经有观众要给编剧寄刀片了，还有更大的刀。好，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下一张图哈。这张图跟何小荷的这个视角有关系，就看到老爸的这一幕在车站里面哈。从何小荷的视角看到这个老爸跟这个冉叔叔的这个告别哈，也有很多这个感触。其实可以让我们这个敏敏来从这个你的视角来说一说，就是看到老汉身上有哪些细节。可以看到老汉其实之后都是戴着冉叔叔的帽子，还有背着冉叔叔的包，
这些都是冉叔叔留下的一些痕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老汉的心里，其实一直把冉叔这个人是一直都带着的。所以我每次看到，特别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是保护老汉，没有把真相就是直接去跟他说嘛。当这场戏需要让老汉知道真相的时候，哎，就这个背影还是非常非常的让人难受的。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我要把真相从我的嘴里说出去。我那场戏记得可能就这一句台词，然后但是这句台词对我来说，我觉得太困难了。我不知道到什么度的时候，我需要去把它说出来。对，那车站那一场真的也看哭了好多人，特别是师傅的那个反应哈，就是到处在找冉方旭的时候那一场戏，但是好在是这2天追剧的时候，大家在这个弹幕上一直说哇，冉妈妈上线了。我还看到大家给我们剪了好多视频，是真的，很有爱，现在大家都觉得我说的是对的了。很开心，对，大家都说这个总结鬼才，明明你是，而且弹幕热心市民更有才，弹幕热心市民说冉方旭下班之后来到何小荷家，然后何小荷要唱哪一首儿歌，你们知道吗？哪一首？哪一首？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这对吗，朋友们？这对吗？对，大家要看到了那碗鸡蛋炒饭就是对的。师傅看那个蛋的那碗饭的眼神也很好品，对，还演了一个推开。对，让师傅说一说哈，让师傅说一说，觉得女儿这个形容对不对？反正还是挺温馨的，挺温馨的。有人做饭，有人一起过年，有人辅导作业，老温馨了。哎呀，而且叛逆少女也听话了，是吧？对，好，综合了很多我们这个看剧的时候一些紧张的心情哈，这个温馨的一家3口。OK，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还是要说回。追凶这件事情啊，大家都在这个商量，包括我们的热心市民这2天都在讨论说，到底这个凶手是谁？因为编剧就是这每一集都有反转，现在就大家都不敢猜了，就是不知道是谁。所以说，我们也先来问问，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热心市民找到了很多哈，我们接下来就找到了几个嫌疑人。给我们几位主创们来看一看，我们分别过一过嫌疑人，看看他们这个嫌疑是要排除嫌疑还是肯定嫌疑，好不好？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嫌疑人1号，看看他是谁。来，请看嫌疑人1号。哟，钱经理。钱经理啊，给了他一些嫌疑的一些那个条件哈，说他下雨天的时候偷偷摸摸去天台去扔人头，在地下车库里面背着沾血的电工包。而且同事在议论钱经理的时候，一直往自己的房间里面搬水泥，但是无人知晓他究竟在做什么。几位有怀疑钱经理的也都可以说一说啊。大家看我们是在回忆还是在编瞎话？不是往左看，往右看。向右看。首先，他肯定不无辜嘛。他肯定是跟这个有紧密关系的了嘛。因为前面剧情也播到了，他的这个藏的这些东西啊，包括天台的那颗人头嘛，对，他一定是这个案件的一个比较核心的、紧密的一个这样的人物，关键人物，对，关键人物。但具体他的这个案件里面的这个身份呢，那还是不能剧透的。大家继续8倍速吧。对，继续扒哈，让那个园楼里住宿的这个业主们说一说哈。乔素清，你觉得钱经理有嫌疑吗？不像好人，反正不像好人，有很大嫌疑。这个人有很大嫌疑哦。徐萌呢？我也这么觉得。你也这么觉得啊？好，钱经理，好了，这个人如果有充足的理由，下一个嫌疑人，我不知道你们还能给他什么理由哈？来看看下一个嫌疑人，吴三六，吴三六，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哈。我刚追到第14集，人已经不在了，人不在了，不会还有嫌疑吧？
当然了，说，当然了呀。来，警官先给说一说哈，师傅您先说一说这个吴山楼的嫌疑。我是最怕剧透的。对，所以我老认为，如果讲实话不太合适，但是在这又不方便这个蒙大家。对啊，不方便蒙大家，也可以。放烟雾弹，闭口不言啊。所以师傅，您觉得吴山龙嫌疑还在？肯定在呀，还在啊。哦，嫌疑还在。弟弟呢？但我觉得这一次啊，已经比前2天我们在北京剧宣的时候能聊的东西已经多很多了，多了。对，咱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水坝，这个水坝得慢慢的放，这内容得慢慢的放。这吴山龙肯定的呀，他这个案件的可以说是这个源头之一了嘛。肯定也有很紧密的关系。而且现在播到那个他们家那个很震撼的那个画面没有？对，播到了。一打开那个墙上，是。一开始以为只是一个蓝色高跟鞋，后来发现有红的、绿的、黄的、白的，有好多高跟鞋。对，我觉得肯定是有关系了。有没有人觉得吴山龙现在已经没嫌疑的？几位哈？觉得吴山龙现在没嫌疑的可以举手。没有一个人。有没有也不告诉你们。而且我觉得热心市民说的这些都很有道理。说因为徐萌穿着消失的时候的衣服出现在他的后备箱里头，而且吴山龙拿着那个相机给后备箱，疑似是徐萌的尸体拍照，这个是嫌疑最重的一条。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7月正好是夏天，他那个尸体没有腐烂，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对，最后大家就在推测说是徐萌是不是刚被杀，或者是被绑架了。所以这几条都还有嫌疑在，对吧？都还有嫌疑在。嫌疑大大的。嫌疑大大的。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嫌疑人3号啊，来切一下嫌疑人3号。这个自己人了哈，自己人了，咱这徐大海，咱们现在先让已经现在共事的何小何先来说一说吧，说说这个同事，您觉得他这个有嫌疑吗？我觉得有嫌疑，但是嫌疑应该不是特别大。有可以想一想。可以想一想有嫌疑，但是嫌疑不大哈。先让同事们都来聊一聊哈，先让同事们都来聊聊。那个何所先来说一说，何远房潘老师。我觉得小何应该诚实一点。不会撒谎一下被发现了哟。潘老师太适合玩剧本杀了。这位爸爸，让你诚实一点，小何你再重新回答一下，他有嫌疑吗？有。真听爸爸的话。我只能这次有给出的理由是什么？有，因为这个案子查了这么多年，如果他的身份不是一个很特殊，并且可以离警队的人这么近的距离的话，他一般不会潜伏这么多年，所以其实跟他相关的一些人吧，我只能说到这儿了。说还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个徐大海这老说，反正不是好人。是，那小冉警官呢？小冉警官跟徐大海经常共事儿。我不知道呀，我02年我就没了，我不知道。承认没了。我02年我没了呀，15年的时候的你们自己盘吧。那听俩，可能你俩是一个环境里的。脑洞可以往那边想哈。2位群众呢，乔素清和徐萌，你们来说一说，徐大海有嫌疑吗？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集，不是很了解，不认识。他2个好像在玩狼人杀划水的热心市民。平民，我闭眼玩家，我是。
全场唯一真警官啊，这把听我的。这也是一条线索吗？在场唯一真警官？那不是，那是瞎说的。全场唯3真警官。开黑请闭眼，杀手睁眼。预言家是吗？所以玩的预言家被刀了，朋友们，预言家被刀了。预言家被刀了。我昨天晚上验了人的，但是我不能说。确实。好，预言家。好了，那我们这样哈，这个是已经给嫌疑的3个人，剩下的呢就已经是剩下的就是到了另外一波了，就是造谣式的推理了。这个系总和万总，你应该这2天没少看到我们网上一些造谣式的推理哈，推理出了很多，就是让我们都有点摸不清头脑。我们可以给一张图来看一看这个造谣式推理现在推理到什么情况哈。就是造谣式推理，各位小伙伴们哈，哎，大家来看看，说方式是真句，朵拉，造谣式推理，对，然后就是无痕线索，但是仔细看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线头的。对，大家得这个确实得再放大了去找。因为我跟旭旭我们俩这2天其实一直在一起，我们俩各种在看网上很多热心市民的一些信息，大家我看。有一个在16楼的一个，就是那种水电广告，大家都截出来去放大，然后去看这是不是线索？对，但是我觉得大家这样仔细的看呢，早晚会找到。我觉得我应该能够提供的这个线索是什么呢？是其实我们大家仔细看这个项目和别的项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用了漫长的时间去编织了所有的人物关系，所有的人物关系又是那么的有烟火气，在那样的一个众生烟火当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去搭配他们各种组合的人物关系。对，哎，这2天这么多造谣式的，对，2位老师，这2天这么多造谣式推理，你们觉得有哪些比较离谱的？有看到？系总有看到哪个比较离谱式的造谣式的推理？我一说造谣式离谱的推理，就是就是说那个警队里有卧底，我说警队里有卧底，这不行，这不行。这个不行。曼总的看到的是哪一个呢？造谣式的推理？我想一想啊。现在哪个还没有？就一出来这个结果，就觉得这个肯定不行的。四川美作。我看到有人说是四川美作，但实际上，因为美作那个演员他还自己在小红书上发了很多，大家说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吗？然后他们说后面还会不会出现你？但其实这个确实是有点太离谱了，有点离谱了哈。那好，那现在面对这么多造谣式的推理，咱们也就疯一把，咱们来把造谣式的回应啊，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来回应。我们俩刚才说的也不代表我们俩没有在造谣。有可能也是在造谣。我们很认真的讲，不代表我们没有造谣啊！你们要仔细判断啊。张口就来哈。那我们这样，我们先让几位老师先来给造谣式的回应一下哈。那个潘老师，您先来造谣式的回应一下。其实我看了一个评论也挺绝的，其实老何牺牲了，对，然后我是弟弟演的冉方旭想象出来。真的，这个对，这是造谣式回应还是？倒一下，其实是老何牺牲了，然后冉方旭在一直演老何。对，有这么一个评论，对。冉方旭一直在演老何，其实牺牲的是老何，活下来的是老旭。其实都是想象，都牺牲了。我天哪！还有人说，其实疯的是小何。我也知道我疯了。疯的是每看到了。这个是潘哥造谣式的回应哈，听听弟弟造谣式的回应。造谣式回应，纯造谣，不用负责的是吧？可以。好。今天哪儿说哪儿了啊！出了这个直播间啊，大家都当一乐。就是现在确实小冉牺牲了吧，对吧？但其实后面小冉还会回来的。
这个可以不是谣言吗？因为大家说可以看广告让小冉回来，对吧？广告复活小冉还有可以 AI 式的。希望待会儿在这几个那个造谣式的回应当中有一个是真的哈。好，接下来听听小何任敏的造谣式回应。我的造谣式回应就是瞿大海，我站他，啊，天黑请闭眼。和曲总有点私怨哈。好，就是瞿大海，来听听乔素清的配谣，你的造谣式回应。因为我这2天尤其是今天，我已经看到了大家的一些猜测，所以我就想说，我就是那个幕后 boss。哦，所有人。这有点意思。哎，这剧本好啊，当初怎么没这么写呢？把乔素清标狼打。标狼打。对，这2天那个弹幕可是乔素清出现的频率挺多的啊。都在聊哈。好，姑且不表乔素清。且最近看到一些预告了。看到一些预告了。是吧？好，乔素清姑且放一下，先让徐萌造谣式回应一下。因为我看到网上很多人都怀疑徐萌是坏的嘛，然后又说什么跟雾山事件有关，然后又说18层楼这个东西，我就这么说吧，我在剧里拐了18个小孩来查我吧。我要验台。大家都玩的很大哈，怎么样？那个希姐和曼姐，你们要不要再来一个新来一个这个造谣式回应？太吓人了，太吓人了！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姐？大家是这种力度的，就是这种力度的。希姐也来一个。不能再造谣了，再造谣大家更找不着真相了。就我只能讲，就是到第10集以后，其实我们大家翻到了第一个所谓的真相，但是其实我们迅速就推翻了这个真相。在后面这种大真相的反转还有2番，小真相的反转还有很多番。对，因为这2集有一些新的角色出来了哈，刚刚有聊了很多。就这2天13、14集的时候，有很多弹幕里面出现的一些。刚刚乔素清有看到自己弹幕里边提到你了吗？说你眼神的几个信息。有吗？我什么眼神啊？说你在那个小冉家，在你家门口带小冉进屋的那个眼神，是不是？对。你解释一下，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就是哎呀，我想请警官进来坐一下，但是我们家好像没有拖鞋。有。小拖鞋。OK。选择性的说了一条自己这个前面几集的哈，已经播到后边几集了。咱们网友们呢，做了一个930案，发现了很多细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视频，看看更多的细节，好不好？来，请看视频。我家到了，我家有拖鞋。你看，为什么有男士拖鞋？他是被包养的。哎呦，他那个人嘛是个老头。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护工。我听马强提起过照顾一位老先生，那老头自己爬楼梯摔了一跤，死球了。人家小乔现在是龙威第3的财务总监。哟，可不止了一个表情啊！首先，刚刚问的说怎么会有男士拖鞋呀？我就是独居女性嘛，就是放一个男士拖鞋在门口，就是安全一点。这个说得过去哈。还有人意识很强，很强哈。对。还有人有什么疑问吗？要问一下我们乔素清的。没有啊，我们自己人问自己人啊。但是弹幕有在问，说为什么冉方旭没穿袜子？
应该是那一路玻璃扎的吧？我记得当时我袜子好像是塞口袋了，塞裤兜了，塞裤兜里的。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啊，这个把这个热心视频再去看一遍。对，因为可能跑的那个袜子黢黑，也不好意思就踩那袜子进人家里面，就把袜子脱了啊。对啊，不是不讲卫生啊，是会办案太专业啊。脱了。好，关于我们接下来，对，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下一个哈，就是大家来看，真的细节里面很多，不光是从我们剧情里面找到了很多细节，甚至是从我们就是开头的时候这个片头，大家竟然也发现了很多细节哈。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网友对这个片头的解读，来看一下。黑夜告白片头把整个故事全剧透了。第一个镜头里的白色方块就是穿白裙的徐萌，跟在他身后的黑色方块是被他背在身上披着黑色外套的徐父。镜头里先是徐萌留下一连串的脚印，随后徐父在他身后也留下了脚印，说明徐父到18楼后曾下地走过路，跟何远航他们的推测一致。随后黑色方块跳到白色方块身上，站着2个方块的一角突然碎裂，他们也随之坠入深渊。这里代表徐萌父女并没有就此逃脱，而是在这里遭遇了不测。第二个镜头是园楼里大楼和电梯，这里也有细节，电梯摁亮的是18楼，但电梯到达时的提示音却在17楼。说明徐家父女看似是到了18楼，其实最终他们的目的地是17楼，又或是他们没能逃脱，最终死在了17楼。第3个镜头是大楼18层的平面图，这里是冉方旭发现的4根烟头，蓝色高跟鞋代表徐萌的脚印，被白色方块，也就是保安、居民以及警察凌乱的脚印掩盖。这把带血的刀和箭头指的是金满郎到18楼，通过暗门去了天台。从众多白方块中分裂出的橙色方块指的是何远航，橙色方块追着灰色方块下楼，对应的是何远航在18楼追着小孩下楼，追小孩的过程中遇到了搬床垫的，所以接着下一个镜头跟搬床垫师傅也有些关系。如果警察还是管这一片的，教你活啥子嘞？是的时候那么粗管红缨枪，直接把身体戳穿了嘞。第4个镜头，橙色方块被刺穿，就是师傅口中所说的红缨枪。然后橙色方块分裂出蓝色方块，这里对应的剧情还没有播。根据预告和当前剧情推测，小冉应该是在何远航出事后牺牲了，然后何远航精神分裂，幻想出去北京教书的小冉。第5个镜头，2辆车在道路上行驶，后面1辆车分别是娃娃、手枪和花。娃娃代表小何，小冉第一次去何远航家做客，就送给小何一个娃娃。手枪应该是代表何远航，这盆花代表乔素清，也是小冉送给他的。前面1辆车是包和相机，包看起来像女士包，相机是吴山农手里的这个。前车坠入深渊，但镜头翻转，却是装着蓝色高跟鞋的鞋柜，说明吴山农最终栽在徐萌留下的线索里。而这个鞋柜出现在一个房间的平面图里，应该是17楼宋青松的房间，这跟前面电梯提示音在17楼对应上了。徐萌最后应该是在17楼，要么是被囚禁在这里，要么是死在这里。这里还有一张40GB的内存卡，跟后面出现的电脑对应起来，应该是代表这个房间里有案件相关的重要证据，而电脑最终连接到警局，这个模型是未央市公安局。随后警局后面出现矿山，这是在暗示警方有内鬼，且这个案子跟矿山有关。1辆车再次从警局来到园楼里，园楼里在镜头里是倒着的，指的是何远航幻想出来的小冉跟自己的性格颠倒互换了，他们再次踏上寻找真相的路，回到了园楼里。这个手机应该是冉方旭出事前给何远航打的最后一个电话。手机拆开有一个本子，这个应该是小冉记录案件线索的本子。本子翻开是园楼里的地图，代表这个线索就藏在园楼里这个小区里面。随后出现的楼梯代表何远航的橙色方块，顺着楼梯向上，代表小冉的蓝色方块不见了，再次印证了他已死，危险紧跟着何远航，所以他走过的楼梯全部断裂，他没有任何回头路可走。最终他填补完真相的最后一块，迎来最后的圆满。哇，好牛啊！这个做的好细，好细，真的好细，太细了，真的太细了。有没有哪些地方让你们也觉得都震惊到了？一些细节的分享？其实蛮多的。对。西总和曼总刚刚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的用心，真的是用心之处特别的足哈？有过度解读的地方吗？有。我听到一个那个说那个车里的包，那个包其实是公文包，不应该是个女士包。对，但是前面电梯的那个部分什么都给说出来了哈。我们就是那个电梯的那个轨迹出现的时候，也是让我们觉得很细节哈。我刚刚看这一段的时候，好像他有提到了那个手机的那个部分，手机的那个部分解读的也是对的吗？你说小冉的手机吗？对，小冉的手机。
老何用手机比较多了。老何的还小冉的。我只能说这个确实分析的很细，而且他细的就很震撼到我。但是确实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啊，确实有些部分还是有偏差的。就是他看到的信息是对的，但是他的编织和猜测解读是不对的。对，好，但他观察到很仔细，那些信息的，就是他对表面信息的解读是对的，但编织起来他就不对了。感觉把这个片头看了100遍。他很厉害，真的很厉害。解读了，给我们细心的热心市民点个赞哈！对，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细心的热心市民，希望继续为我们创作这样的内容。好了，刚刚说完了这些一些具体的，还让各位去看剧里边这个泡水式的追剧哈，所以继续找一些细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老师们来看一看，就是最近追剧的时候有好多乐趣的地方，我们准备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梗图哈，想要这个当贴脸开大给各位来看一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图。道明寺遇上美作，四川美作现在美作了，美作遇上道明寺。当道明寺遇上美作，喜欢他，我太喜欢他了。这位演员老师，他在现场其实还有很多的即兴的发挥，也是非常的精妙的。所以包括当时我们在那儿喊，就他喊那个警察来了，那个笑到爆炸。演得太好了！他在把他抱出来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应该先是说：“哎，爸爸。”然后指着冉方宇说：“这位想必是……那个太逗了，这是记。”对，这得弟弟说，弟弟用那个四川话说。就是老何小冉把他抬到那个就是角落去了过后嘛，他看着冯远航第一句话：“爸爸。”视线一转，看向小冉，想必这位就是干爹吧？太逗了！黑夜告白有咱们自己的那个美作哈，四川美作，对，道明寺命中注定的缘分跟道明寺。好，这个是我们这个四川美作哈，接下来来看看下一个图是什么。终于知道18楼为什么这么难卖了。房价都得低。对，哎，好像圆楼里的这个，好像整个这个楼就是有点风水，有点那么邪乎哈。对，圆楼里的这个住户们来聊聊你们这个小区吧啊。那个乔素清可以说说你们小区。我们小区就是因为那个楼道是这样弯的嘛，它其实就很有那个悬疑的氛围，因为你有的时候站在比如说站在电梯呢，你两边其实是看不到头的，就你有的时候只能听到声音，但是你并看不到真的那边发生了什么。可是即便这样，我们也看到2002年的我们乔素清也没有搬走。对，理由是什么嘞？你看吧，我就不说啦。不是。可以说了，因为已经播到那边了哈，已经播到那儿了，已经播到那儿了。为什么不搬走这事儿也可以说了，是吧？等一个偶遇的机会。等小冉哥吗？他再相见，又红温了。看大家都知道了，一等就是好几年。对。因为在出来的时候，弹幕也在说怎么5年了还没修成正果，这得问问那个小冉警官，怎么5年了还没修成正果？不是，因为我觉得小冉和小乔的这对就是怎么说呢，比较质朴，就是父母那个年代的那种男女情感来的比较含蓄，对吧？而且以前你就比如说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达的时候吧，建立联系上也没有那么的那个啥。然后，当然那会儿的人的表达的情感也互相会含蓄一些，所以就是不会像现在的节奏这么快，所以这两人的这个发展进程会慢一些。但乔素清会不会太含蓄了？就是为什么一直住在这里，只为和你不期而遇的偶遇？
很浪漫哈，很浪漫的这个哈。其实乔思清心里还是有一些自卑的嘛，就是对，觉得自己名声不是很好，就是觉得小冉警官是那么好的人，对，所以要就是努力的提升自己。对，好像有问他说那个是不是我配不上你？当时那个小冉警官怎么说的？不是，不是，你看，就说少了，就回答这一个不是，这个事儿就没成。你再问一次，你再问一次，在这个事儿上，他也是一个就是没什么经验和就是这个含蓄的一个人嘛。你像他一天到晚可能24小时有20个小时都是在警队，对，所以两个人的这个进程就会缓慢很多。对，两个 I 人的相遇哈，谁能帮帮他们啊？真是，因为师傅好像一直在撮合这个事儿，是吧，师傅？我是个热心肠，对，但成不成得看缘分，是吧？师傅有私心哈。好，来，好，咱们看完了这个之后，接下来来看看下一个图哈，来看一下下一个图。哟，这个是跟案件有关系的哈，这是轻松水泥厂，凝聚你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这个图哈？这个是跟猜测有关系的，这个非常的地狱。请问，请两位老师先看，几位老师先看看这个哈，轻松水泥凝聚你我，你们觉得这个凝聚你我有毛病吗？凝聚你我，问问警察嘛哈。小何，你觉得这个凝聚你我有毛病吗？我觉得是不是那个年代主要也没有 AI， 它这写广告词可能想象空间有限啊，就是字面意思凝聚你我哈。哇，你们想的都很正面。对，小冉警官也是这么理解的吗？凝聚你我。我猜到了，大家不会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把什么什么的人弄在水泥里面吧？但这个我说实话，为这个水泥厂洗白一下吧。我觉得这句应该就是一个当时比较那个有爱的推广台词、推广广告吧。为轻松水泥证明哈，徐萌，你觉得呢？有可能是这个宋经理他们用这个水泥凝聚了和父亲吗？徐萌觉得这应该是个正经水泥厂，就是老板不一定是好老板，但工厂应该是个好工厂，应该是好工厂。轻松经理跑早了哈，水泥厂是个正经水泥厂的。那个师傅说两句，我上个厕所，马上回来。真的。好，师傅来说一说吧，这个轻松水泥厂也给他正个名。没事啊，没事，是个正经水泥厂哈。对呀，对，而且我记得台词里面还有细节，就说这个宋金松其实对下属还挺好的，是吧？就是员工啊，对他都挺满意。对员工好像还挺好的，就是个人作风可能有点不行，其他地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哈。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剧里边，他就是人塑造的都非常的立体哈，不是这个非黑即白的哈。好，这个看完了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好看下一个图了哈，看看下一个图之前弟弟能不能赶回来。趁着弟弟没回来，我们可以让这个背着弟弟可以说一说哈。师傅，那个小冉不在，你有什么想对小冉说的吗？我嘛，哎呀，你现在我都是第一时间追剧，然后就是也是跟着一块儿，因为演是打碎了演的，我现在就是特别迫不及待的想看真正最后这个叙事的这种表达，然后越来越上瘾，我觉得这个戏是越看越好看，所以其实这个剧本首先当时打动我的就是我跟这个冉方旭之间的这种关系设定，我觉得很新颖吧。没演过这样的一个涉案题材，然后关键是在播出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其实是带着这个观众一块儿去拼图的，这事儿特别好玩。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也说了，我想起我跟弟弟还有大家在现场演的时候，这个真的就是挺难以平复。希望是最后大家看完了以后不会失望。一定会的哈，就高潮迭起哈。好了，弟弟来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下一个图了哈，请看我们下一个图。吴山龙536，说536的头就没有好过。像红富士，造型。吴山六有点像那个倒霉熊啊，在里边其实也挺倒霉的。这一路走来很坎坷啊。好，这个私人隐士我们就不说吴山龙了。现在他是应该是真走了吧？吴山龙，那是实打实的啊，真走了啊！谢谢。麒麟哥演的也真的是好，非常好。每次看那些都就又很有趣，但他又把这个人物塑造的这两很反差的那些点，他都演得非常的出彩。真的是。对，有很多角色的魅力哈。好，谢谢吴山龙。对，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我们下一个了哈，来看看我们下一个图。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到哈？这个梗给各位念一下，说我们这个小冉警官，对，甚至只是穿了双拖鞋，冉方旭颈膜，颈膜。这个拍脖子那个颈膜是吧？对啊，咱们警队的颜值担当啊，对哈，这个不能自己说哈，得让别人来聊一聊哈。咱们警队的其他的几位小伙伴来说一说，师傅觉得咱们冉方旭是咱们警队的颜值担当吗？那必须的啊，那还用说吗？对，有颜值担当也有不担当的，好比我，对吧？还有不担当，好好玩。你师傅应该是上亿人。我是老担当，手艺人，警队校草还有传承的哈。小何呢？小何在警队一直担当，一直有听到那个小冉警官的颜值传说哈。对，接下来听听素清来聊一聊哈，从你的视角来看看咱们冉队这颜值怎么样？那必须是担当，颜值担当。哪儿最帅？您说一说。哪儿最帅？颜值哪儿最帅？哪儿都帅，到脚。徐萌也来聊一聊，对，徐萌也来聊一聊哈，来聊一聊这个冉队哈，你眼中的冉队。冉队，小冉的荣耀，警队的骄傲。这个帅哥哥去探案，看见他就可能大家什么都想招了。呀，要是坏人来也用这招多好啊，对吧？颜值逼供哈，所以很多人想当苏玉芝。甩勾勾，甩勾勾，甩勾勾啊，对，甩勾勾，勾勾。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下一个图哈，来看一下下一个图。不知道这个老师们能不能看到哈？这个弹幕都已经对，这上面有很多的弹幕啊。好，有几个你红了呀？油漆好像过期了。这一场就是大家都在刷这个，感觉老何这个造型非常非常摇滚。对，好像这个造型之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让师徒两人来说一说。没有，我也那天刷到一个我们的观众。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这个互动，就把我之前演唱会的造型和师傅现在这个造型拼一块儿了，说我的灵感的来源是师傅的这个红油漆的造型。联动了，确实是，当时是肯定是这个造型在前，然后才有的我演唱会那个造型。对，我们有图，正好来看看那个图，看看是不是。给了那个弟弟演唱会造型的一些灵感哈，来看看下一个图哈。对，哎呀，你看看这个，就正好看戏之后的一个自拍，是，对。是不可以说说？我觉得播到现在其实可以聊一聊了。就是前面的时候，我们刚开机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更多的说，因为那个时候师徒还是属于对抗路哈。但是播到现在，其实可以说说，就是何远航和冉方旭师徒之间，觉得对方对自己的影响是什么哈？可以让师傅先来说一说吗？觉得冉方旭对师傅的影响更多的是什么？你说戏里还是戏外啊？戏里戏外都可以聊一聊。哦，那挺多的。
那可太多了。今天这直播时间可能不够讲的，主要没事，我们有时间。红发当时是这个谁弟弟，我觉得他这个有点那个，我都不知道他拍那个照片，因为我当时我只能定在那儿，然后他们把我一头都是那个红颜料，我也睁不开眼，所以等于就是凝固在现场。然后他就各种拿我当雕塑摆拍，后来有那个在网上能看到吧？对，有那个照片，还挺逗的，而且那天特别逗。其实刚好我有一帮朋友来探班，结果就是那么一脑袋我浑身都是油漆，那么跟人家聊天来着，在现场。这个挺摇滚的，挺爽。对，然后其实我们俩这个大家看我们演戏啊，这个现场有好多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些即兴的东西。对，这个也是因为弟弟呢就是性格特别开朗，然后我们这个不拍戏的时候也都玩的挺好的，然后经常交流。对，其实对这个戏里边的人物还是帮助很大。对弟弟个人的性格对于这个冉方旭这个角色的影响哈，对弟弟也来聊一聊，说说潘老师也好，说说这个我们惠美行也好。我觉得对于戏里面的话呢，小冉其实最核心的点是，我觉得老何师傅给到了小冉一个家的温暖，这个是小冉这个内心成长深处比较缺失的一块。然后他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外地人来到这个城市，进到警队里面，有一个这样经验丰富的前辈师傅，然后带着自己少走了很多弯路的同时，然后还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给了他家的温暖，这个对于小冉来说是一个非常幸运和幸福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和潘老师吧，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戏的特质，就是它有3个时间线的跨度。然后我们每天在现场就是一块拍戏的，就是这个次数又是最多的，就是几乎除了师徒2人单线查案的时候，都是2个人在配合查案和2个人在一起演戏，然后时不时就有时候今天会看到彼此20、30岁的样子，然后过2天又会看到彼此15年造型的样子，就那种剧情会给演员带来一种这种很神奇、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就仿佛虽然我跟潘老师是这个戏《黑夜告白》才认识的，但在这个小冉和老婆的饰演的过程中，会给我一种就是我们俩认识很久的这种错觉。然后在这种生活中，就是收工后生活中，然后就是我们渐渐的这种相处也逐渐有了家属感的感觉。然后包括我们比如是收工了过后，潘老师住我楼上，我就会很不自觉的就上去找他报到了，就去他那儿吃好吃的呀，晚上我们一起看个电影啊，听个歌啊，就是会慢慢的相处下来，就会有家属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演员和角色之间的共鸣，就很神奇的一个点。这个对没法解释，有时候这些东西吧，缘分啊。对，我记得好像之前奚总还发微博有说过，说那个最早的时候是你们一块认识的，没想到后来他们哥俩聚会更多了。哥和弟弟玩特好，然后哥平常拍戏的时候，弟弟总去探哥的班。你看，这就是缘分哈，就像戏里边这个他们2个师徒一样，生生世世的缘分在里面。也不得不说一下，我们的《黑夜告白》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扎实的我们的悬疑破案剧哈。这个5一假期的时候是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选择。我们接下来到了这个直播尾声的时候，也希望我们各位老师们还是用你们自己的方式来给我们这个所有的热心市民也好，还没有入坑的热心市民也好，给他们再重磅安利一下我们的剧好不好？我们先从我们的奚总开始。就是想跟所有的热心市民们说，黑夜告白一定在大结局的时候会不负你的期待，而且后5集一定是高能的，希望你们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黑夜告白。慢走。其实特别的开心，能够看到网上有这么多的热心市民去挖掘剧里的细节。就像我们刚刚整场直播聊下来的，你们发掘的有一些细节是对的，当然也有一些错的。然后接下来的10几集的剧情，还有更多的细节等待你们去发掘。也特别的希望等到看到大结局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哭。好，大结局的时候期待哈。潘老师，我第一次演这个，就是怎么说演这种类型的推理片，
自己都了解剧本的内容，而且亲身经历过所有的细节了。但是在播的时候，我依然是一种特别特别新鲜、特别好奇的一种感受，在跟着这个剧情走。对，大家你看，刚才大家看的那个片头都已经细致到那种程度了，就像一张地图一样，信息量特别大，但是也还是没办法知道后面到底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样的戏，很有意思，而且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能够拍这样的戏是很幸运。希望给大家带来惊喜。对，有追剧的快乐哈，弟弟。前2天在北京剧宣的时候，其实关于我们的剧情啊和这些情感上还是悬疑上的这些剧情都安利了不少。然后我结合这2天的播到跟到14集的这个感受吧，我再安利一下大家，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想囤着一起看的观众呢，就现在已经播到10多集了，就囤的也囤的差不多了，大家可以赶紧追起来了。然后还有就是要呼吁大家，就是一定要来我们的优酷收看我们的《黑夜告白》，然后我们《黑夜告白》也很需要热心市民的支持，我和师傅，我们警察也需要大家的一起支持，和我们一起破案。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捧场。对，好嘞，囤剧的朋友们，这会儿可以开始看了哈，第14集了，可以开始看了哈。对，我们敏敏，我也是非常谢谢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戏，然后我也看到很多网上的网友们的一些解读做的也都非常的细心，然后像刚刚大家说的，到后面的时候会越来越精彩，然后小何也会正式的上线，带领大家一起去寻找真相。我自己也是觉得后面非常非常的刺激，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后面的剧情哈，就是老师说的说鸡皮疙瘩会起一地的时候啊，对，佩瑶，就是现在看到大家已经找到了很多千丝万缕的线索，然后也分析出很多的人物关系，然后有对的有不对的，但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后面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然后继续追下去，会出乎你们的意料，出乎你们的想象。然后我的感受就是简直是不够看，好想一口气看完。然后对，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关注我们。好，继续支持，继续关注哈。来，最后英子，就是先谢谢大家现在对《黑夜告白》的支持，然后大家要一直追，后面会，还有这个狗，后面会越来越好看。然后《黑夜告白》会让大家一直有一种很持续的新鲜感，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现在看过的热心市民们也可以回去2刷、3刷、4刷、5刷、6刷，就是你每次看都会有不一样的线索，所以大家多多支持《黑夜告白》。多多支持哈！而且我们剧是最适合边看的时候边一起这个猜猜细节、捋捋人物、猜猜剧情，有这种追剧的快乐，可以和身边的人一起讨论着看剧哈。好，我们谢谢我们几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哈，我们也谢谢各位老师，一定记得我们各位这个网友们，我们热心市民们一定记得在我们这个优酷收看我们的《黑夜告白》，每天的12点钟更新，优酷全网独播，优酷 VIP 会员5月1号到5月3号每天更新2集，5月4号到5月7号每天更新1集 ，SVIP 每个更新日限时提前多看1集，优酷 SVIP 会员多个 S 多很多，赶快来开通 SVIP 看我们的《黑夜告白》，更多福利等着各位。哎呀！最后犯傻的时间，来犯傻时间，给我们几个一起来比个心吧，来朋友们，一起比个心啊！好的，哇，很有爱的一幕，也谢谢我们更多的热心市民继续爱剧护剧，守护我们的《黑夜告白》哈。我们也谢谢我们各位老师们，各位老师们可以挥手跟我们说再见啦，拜拜，拜拜，拜拜，继续追剧。